楚风，他来了，谁说他不敢来？他可是楚风啊，连7届圣府他都不惧，他怎么会不敢赴约？楚风的登场打破了所有质疑，老一辈因忌惮7届圣府还有所收敛，小辈们则是满眼炙热。如果说叶染青是曾经闪耀一个时代的天才，那么楚风毋庸置疑便是当今时代最为闪耀的天才，无论喜欢与否，都充满期待。楚风，想不到你还敢来啊！百里紫菱看向楚风，表面风轻云淡，内心已是极其不爽。在他看来，楚风就是不如他的人，一个不如他的人，凭什么有着比他更高的人气？原来你就是那个阿猫阿狗！楚风一语双关，百里紫菱只觉得楚风是在嘲讽他，可楚风却记得之前救小鱼儿的时候，偶遇宋允，帮宋允去拿东西，在那座狱宗的神秘大殿内，有诡异的血池，血池上漂浮着透明水晶，水晶内一名男子沉睡其中，此人正是百里紫菱。根据宋允说，狱宗抓小鱼儿就是因为此人，所以今日乃是新仇旧恨，只是可惜时间不对。若是自己已踏入真神，今日必须狠狠教训着百里紫菱。想到这里，楚风心中也不免一声叹息。楚风兄弟，可就在此时，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中，是刘阔。楚风兄弟，你无需说话，听我说即可。我师尊就知道你会来，所以我们也特意过来了，你就放心的去做。能狠揍那百里紫菱，你就往死了揍；若是不能，也不用怕，我师尊保你安然。刘阔的声音来得太及时了，这就是一颗定心丸，让楚风立刻有了底气。毕竟九颠大师的实力深不可测，有他在，就算狱宗，楚风也不惧怕。楚风，别说废话，有本事就到比武台来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是真的有实力，还是与那结巴一样，只是嘴上厉害。百里紫菱压制心中怒火，看着楚风，他就等着楚风登上比武台。只要楚风敢来，他必要让楚风付出代价。先放人。楚风看向王强，怎么，你不敢与我交手？别怕，只是简单的切磋，我会手下留情，点到为止，绝不伤你。毕竟大家远道而来，为的就是见证你与我一战。当然，我也不与你藏着掖着。百里紫菱说话间，衣衫舞动，无形的气息横扫八方。一品真神，相信你也听闻了，这并非我的极限，我可将修为提升至4品真神。你若无法达到这个层次，直接认输也是可以。百里紫菱凝视着楚风，此人很心机，故意提及来到此处众人的目的，并且也成功引起众人共鸣。他们就是想看楚风与百里紫菱一战。楚风没有说话，直接将修为释放而出。只是感受到楚风的修为，众人则是面露复杂。9品半神，这个修为绝对不弱，尤其放在小辈之中。可关键是，百里紫菱和王强的修为都达到了1品真神，虽然只差1品，可实际上这种大境界却是天地之隔。那么大的名声，原来只是9品半神。此时有人出言嘲讽，是伪装成围观者的狱宗之人，但人群中却立刻有人反驳：9品半神怎么了？难道你们没有听闻？神之时代给出指引后，各方势力不惜代价，全力培养后辈。百里紫菱背靠狱宗，王强背靠神体天赋，楚风背靠谁？他无依无靠，他只靠自己。9品半神弱吗？你们去找出来一个身后没有一方天河霸主，只靠自己修炼到这种境界之人，可能找到。说这话的乃是人群中一个白发苍苍，一看就是德高望重的老头，但却没有人认得他。虽然声音苍老，可楚风却听出来了，那说话的分明就是刘阔。而刘阔此言一出，却也让众人面面相觑，因为这的确是实话，都是修武者，深知修武意图资源的重要性，这也是修武者想方设法想拜入强大宗门的原因。谁都不能否定天河霸主的强大。这样一想，那其实真正不简单的还是楚风。你们别忘了，神之时代楚风所引发的异象，那才是天赋的代表。除了楚风，还有谁能引发那等异象？刘阔趁热打铁，继续说着：是啊，那异象太过可怕了，只论天赋，楚风确实前无古人，就连其母界染青也是黯然失色。众人纷纷点头，之前神之时代的异象他们都看到了，不能因为楚风的修为没有跟上，就否定楚风过往的表现，非要比百里紫菱和楚风还是差得太远太远。毕竟除了击败王强，百里紫菱也没什么表现，可楚风哪一次不是惊为天人，做到了他人所不能？而众人这样的转变，却让百里紫菱越加不爽，明明不如自己，却好像比自己还厉害，这是什么鬼道理？于是他再度开口：楚风，这样的修为也要展露，你这是要认输吗？楚风淡淡一笑：你不就是想踩着我扬名吗？来都来了，总不能让你白费心机吧？楚风此话直接点破百里紫菱，而百里紫菱倒也不装，讥讽的道：你倒是挺好心，9品半神怎可能是他的对手？楚风没再说话，意念一动，结界大门自其身后开启。下一刻，虚空震荡，修罗大军浩浩荡荡的自门内飞奔而出。修罗大军修为毫不遮掩，尤其修罗王那4品真神的修为，更是将百里紫菱1品真神的气息死死的压制，数量与修为皆是顶级。如此景象，自然震撼。楚风竟有如此强大的戒灵，这便是当今最强天才戒灵师的本领吗？小一辈只觉修罗大军强大，可老一辈却越想越觉得可怕。戒灵的数量与质量都可作为衡量戒灵师实力的标准，楚风却全部做到了。别人有几只修罗戒灵，
已是得意洋洋。可楚风却有修罗大军，原来这就是你的底气。百里子陵冷然一笑，只见其红黑气焰升腾，旋即虚空异象再度浮现，同时他的修为也是来到了4品真神境。望着虚空之上，从红黑气焰中映射而出的巨大的眼眸，楚风隐隐能察觉到，那是玉婴的力量。他就是用这一招击败王强的吗？楚风来此原本只想救出王强，可此时却萌生了想要击败百里子陵的想法。只是奈何，纵使修罗大军实力再强，可楚风却也没有把握。轰！下一刻，虚空之上黑红气焰落下，不只是比武台，就连比武台外也被覆盖，而覆盖的边界刚好是楚风，是有见不得人的地方吗？楚风看向百里子陵，这才发现，当那黑红气焰将他们隔绝后，百里子陵整个人的嘴脸都变了，阴狠歹毒，哪怕那英俊的五官都无法掩盖他此刻的阴暗的小人嘴脸。楚风，你不是戒灵师吗？难道你看不出来你兄弟现在很惨吗？百里子陵话音落下，王强面容开始变化，那血淋淋的王强暴露在了楚风眼前。